哆啦美竟然是晴天娃娃的原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，世修拜托机器人阿拉拉帮他调查了一下祖先的等级，前几个世代差不多都是相同等级，但到了某一代却突然断崖式下跌。想也知道那家伙就是大雄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家还有个战国时代的祖先，名叫大平，他的等级低到了令人傻眼的地步。阿拉拉去调查完回来后汇报，那个大平完全就是个傻蛋大懒虫。从画面来看，这人确实一脸呆样，看起来比大雄的情况还要糟糕。世修发现最后一张照片拍到大平被山贼团团围住了，阿拉拉由于害怕就先回来了。世修有些担心祖先会被杀掉，哆啦美决定再和阿拉拉一起去看看，顺便帮忙提高一下祖先的等级，搞不好大平的等级提升了，大雄和世修的等级也能提升。哆啦美装扮成那个时代的模样，可是他们却迷路了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刚下山就遇见了静香的祖先阿静，而且大平正是阿静的好朋友。阿静有些担忧，他已经好几天都没看见大平了，他甚至觉得大平可能已经被山贼杀掉了。阿静告诉他们，这一地带经常干旱无雨，因为没有粮食，所以很多村民都离开了这里。阿静也只好去地主家做帮佣来维持生活，据说那边的山头就经常有山贼出没。哆啦美听后立即就要赶过去救人，阿静告诉他那里很危险，村民们都不敢靠近，但哆啦美没在怕的，于是阿静便跟着一起去，因为他也很担心大平。没想到他们刚上山就碰上了山贼，只是这些山贼有些特殊，阿静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人就是大平。他很疑惑，为什么这小子会做了山贼？大平只是一个劲儿的道歉，也没有详细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其他山贼开始对他们动粗，哆啦美脱掉外套后，接连用完美保龄球和色狼击退防护罩解决了一众山贼。阿静认出为首的家伙叫武藏，这家伙就是胖虎的祖先。参与其中呢还有五郎跟小柱、健太，他们之所以选择当山贼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村子里不仅要起早贪黑的劳作，而且还没办法填饱肚子，与其待在贫穷的村子里，不如出来当山贼有意思。得知家中的父母都很担心，这些混小子也知道自己走错了路。这时大平却抱怨他妈妈很啰嗦，他更喜欢出来当山贼。这下其他人又跟打了鸡血似的，说要成为日本第一的山贼。哆啦美思考了一下，然后也申请要加入。武藏见识过他的能力，有这么强大的人加入，他们当然是非常欢迎的。随后武藏就带哆啦美他们去了山寨，这路可不太好走。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，披荆斩棘，他们站在山顶俯瞰整个小村庄。哆啦美发现山脚坐落着一间特别大的宅邸，那就是地主的房子。那人拥有这一带最多的土地，他家的仓库有很多米，但那些米都是村民们种的。他们都很羡慕地主家的独生子小丸，小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玩，但小丸能有吃不完的大米饭。果然画面一转，小丸身边有许多漂亮美眉陪他嬉戏，终于来到了他们藏身的小山寨。这里四面环山，还有泉眼，是个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。阿静跑过去喝了一捧，泉水很干冽。他们还在这里种了蔬菜，跟村子里干枯的田地完全不是一个画风。武藏自豪地介绍着这里的生活，他们在这里想睡就睡，想什么时候醒也没人干预，想吃鱼就去河里抓，想吃果子也可以去山上采。这哪里是山贼的生活，简直是世外桃源的养老院。少年们羞愧地低下了头，说是什么山贼，但他们深知自己每个人都是糊涂蛋，到现在都没有通过山贼这一身份得到任何收获。他们睡觉的地方更棒，是在参天大树上搭的木屋，通往对面的路有两条，一条是这里可以直接通过索道滑过去。武藏开玩笑说，如果害怕就像大平一样，从另一条盘踞在山崖上的木梁路绕过去。其他人都取笑大平是胆小鬼，但大平也有自己的考量，他认为做那种危险的事还嬉皮笑脸的人是蛇精病。不过当他发现两个女生也直接从索道滑过去后，他不得不垂头丧气的在心里默认自己确实就是胆小。糟糕的是，这些木屋只是外观看起来很美好，里面的卫生情况却十分糟糕，到处苍蝇乱飞，还有臭烘烘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武藏还恬不知耻地说，他们一直都没打扫，并且已经有3个月都没洗澡了。这时，一只大蟑螂从哆啦美身上爬了过去，
多拉美最怕这个了，她立即被吓得轻声尖叫。武藏见状，只好跳到泉水里去洗澡，可这哪里能洗得干净呢？于是多拉美拿出道具管家婆清洁套装和万能清洗机，把山贼们和他们的狗窝里里外外彻底大扫除了一遍。洗完之后的少年们直接干净到反光，像打了蜡一样。之后乱糟糟的狗窝也变得焕然一新，这哪里是打扫卫生，分明还附赠了家具好吗？床铺很软和，少年们美美的睡了上去。夕阳西下，体验了一天的山贼生活，阿静也要回家了。他跟少年们约定好，不会把他们做山贼的事告诉家长。晚上大平被差遣出去帮其他人洗衣服，他向多拉美抱怨说，这些人总是喜欢使唤他，但即使如此，他也还是更喜欢留在这里，至少可以填饱肚子。孩子们睡着的时候，嘴里都念叨着家人。多拉美看出，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想回家。他很不理解，为什么村民们都过得这么苦，这里的地主却熟视无睹呢？大平告诉他，地主不但不顾村民的死活，而且每年的年租越加越重。年租就是指每年每家每户要上交给地主的米。大平说，地主只知道在村民身上压榨，能压榨多少就是多少，完全不考虑大家的生存。多拉美虽然没有办法帮忙解决地主的问题，但他拿出了一副眼镜送给了大平，并告诉他，这副眼镜叫做勇气之源，能给他带来100倍的勇气。大平戴上眼镜后，整个世界都清晰了，整个人也瞬间充满了勇气，看起来精神许多。地主似乎是有收集癖，他满意的看着满仓的粮草，但他仍不满足，还想再多盖几间米仓，堆放更多的稻谷。于是他决定明年再多加一些年租。多拉美提议要去把地主家米仓里的稻谷全都抢过来，但少年们却都很害怕地主，只有大平第一个站出来。武藏眼看平时唯唯诺诺的大平都有勇气去了，那他作为山贼小团体的首领，肯定也不能丢了面。阿拉拉发现大平整个人气质都变了，以为是那副眼镜的功劳，不过多拉美却告诉他，其实那只是一副普通的眼镜，没有任何神奇的特殊能力。多拉美猜想大平以前会那么糊涂，可能就是因为眼神不好使。这天，地主一家准备去参加隔壁村地主家儿子的婚礼，他们把小丸独自留在了家里。少年们认为这是个大好的机会，多拉美给了他们能从天而降的道具竹蜻蜓。小丸正在大闹脾气，没人陪他吃饭，山珍海味他也吃不下去。少年们刚落地就被地主家的护卫发现了，多拉美淡定地用变换灯把他们的武器变成了大萝卜，吓跑了这些护卫。紧接着他们就举开了粮仓，少年们从没见到过多到堆积成山的稻谷。小丸发现了他们，他刚想喊人，却好奇这些人要做什么，于是就闭上了嘴，暗中观察。多拉美拿出缩小锤，大平也想试一下这新奇的道具，只要一边念缩小吧，一边用锤子击打稻谷，稻谷就变得像花生米一样小了。很快，满满几座粮仓就被他们搬空了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，在暗中观察的小丸也被他们无意间缩小了。少年们把大丰收带回了山寨里，多拉美又将稻谷恢复原状，这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小丸也混在里面了。小丸立即高声呼救，但在这深山里，他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他的。小丸指责他们为什么要偷他家的米，武藏告诉他，这些米本来就是村民们种的。少年们煮了一袋米，终于吃上了久违的香喷喷的大白米饭，他们十分开心，大家甚至还烤了鱼，围在炊火边一起埋头干饭。多拉美从没吃过这么香的美味，她开心极了。武藏好心想叫小丸一起吃，小丸却傲娇地说，他每天连点心都是鲷鱼烧，才不要吃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。武藏不想自讨没趣，也就没再搭理他了。多拉美提议吃完饭大家一起制作农田，有了这个米田机器人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马上铺出田地来。大平试了一下，这机器果然给力，眨眼间就开垦了一块肥沃的土地。多拉美告诉他们，现在播种下去，傍晚就能收割了。多拉美邀请小丸一起播种，他起先是拒绝的，因为怕弄脏衣服，但少年们二话不说就把他衣服给扒掉了。小丸吓得坐在地上瑟瑟发抖。这时大平很温柔地邀请他一起播种，小丸突然就没那么抗拒了。于是所有人开始劳作，中途大平还教小丸怎么操纵机器。大家好不容易播种好了一大片秧苗，但中午太阳高挂的时候，由于干旱，秧苗很快就枯萎了。小丸很担忧这些农作物，毕竟是他辛苦播种的。多拉美完全不担心这个机器能造雨，
按下按钮后，就有一朵乌云飘出，农田上方瞬间大雨倾盆。雨停后，农田里长出了各种农作物，少年们开心地冲进去采摘，小丸也主动参与到其中。傍晚，他们带着满满一大筐的瓜果蔬菜满载而归。傲娇的武藏让大平给了小丸一颗番茄，他们都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蔬。以前对山珍海味都挑三拣四的小丸，这次却觉得番茄很美味。不过他吃完番茄就直接累到睡着了。这时阿静找到了这里，他告诉少年们，现在事情在村里闹得非常严重。马仔跟地主告状说，今天来的强盗跟山贼是同一伙人。晚上大家横七竖八的睡在一起，多拉美睁着大眼睛，似乎在谋划着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地主就带着人马杀过来了。多拉美鼓励少年们正面对抗，为了整个村子，这一天是躲不过去的。小丸不想让他们伤害自己的父亲，极力阻拦，但少年们告诉他，这个村子已经因为他父亲变得民不聊生。他们把小丸留给阿静照顾，毅然前去迎战了。地主的人马被一个稻草人挡住，他派人上前查看，却不知道这是少年们的陷阱。阿拉拉躲在稻草人里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随后一张大网从天而降，困住了大部分的护卫。少年们紧跟着投掷石子，吓跑了护卫和地主的马。小丸听见了父亲的哀嚎，担心地跑了出去。大平驾驶着米田机器人去追赶地主一伙人，眼看就要撵上地主了，小丸勇敢地挡在了前面。大平立马刹车，可由于太急促，他跟着失控的机器人摔到了山下，一直等机器人撞到石头后才停了下来。由于故障，机器人甚至发射了一片超大的雨云，给这片常年干涸的村庄降了一场大雨。刚才被机器人铲平的山体开始出现泥石流，另一边少年和地主正在对峙着，气氛十分紧张。小丸找到了米田机器人，他鼓起勇气驾驶着机器人向两伙人冲了过去。地主以为儿子是来帮他解决山贼的，没想到小丸却挡在了他的前面，哭着求他不要再作妖了，快点回去。这时山洪涌了过来，小丸及时用机器人举起了父亲，眼看就要发生不可逆转的危险了。多拉美看连忙用道具擎天筒把乌云吸走了，机器人滑到了山下，地主父子俩被困在一棵即将坠崖的大树根上。大平虽然没了眼镜，却也勇敢的在第一时间冲过去救人。本来想出手帮助的多拉美就停住了，少年们和山下的村民们都闻讯赶了过来。虽然村民们一开始不是很愿意救这个一直压榨他们的地主，但看着自己的孩子都在咬牙坚持救人，村民们还是没有犹豫太久，都围了上来，齐心协力地阻止大树继续下滑。但大树太大太重，还是不受控制地往下坠。危急时刻，大平勇敢地将阿拉拉当作滑轮，顺着绳索滑了过去。小丸和父亲也顺着大树往上跑，看准时机抓住了大平的脚。他们终于得救了。死里逃生的小丸刚想咧嘴哭，可没想到他爹先哭上了。这家伙不知是被吓的还是被感动到了，那眼泪像断了线一样。多拉美觉得事情差不多到尾声了，于是悄悄带着阿拉拉回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少年们再也没见过多拉美。但经过这件事之后，地主一家痛改前非，不仅把之前所收缴的稻谷全都分给了村民，还大幅减少了每年的地租。多拉美的事迹成了村里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之后只要碰上下大雨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在屋檐挂上跟多拉美的脸相似的晴天娃娃来祈求放晴。可师兄这边的情况却不太好，自己那2个祖先的等级完全没能提升。师兄又跟阿拉拉确认了一遍，才知道原来这家伙是以运动细胞为基准去调查的各位祖先，并且评估了等级。想也知道，在运动方面，大雄和大平一定很弱。这种等级的评估完全没有任何意义，师兄真是败给粗心的阿拉拉了。这时厨房传来浓烟，多拉美自从在山寨吃过烤鱼后就念念不忘那种美味。明天师兄要去远足，他特意做了烤鱼便当要给师兄带上，全然忘了师兄喜欢吃肉，不喜欢吃鱼。不得不说，多拉美有时候真的很逗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如果你们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会选择当山贼吗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